你要證明被霸凌，搜證很重要。現在新的規定有5大項目，去核實這些東西。如果都符合這5項，就是霸凌，最高可以達到450萬。是，今天我們下班經濟學邀請到的是馬再勤律師，律師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是，因为其實最近呢，應該說有一個法律通過之後，讓大家呢議論紛紛哦，這也很多討論非常高，也就是職場霸凌的這個防治法啊。其實因為好像是2024年的勞動部的職場霸凌事件嘛，然後所以才有這個修法。那到底這次修法，它到底跟以前有哪裡不一樣呢？其實職場霸凌這件事情由來已久，只是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規範。到底哪一種是屬於職場霸凌？所以現在因為某些特定事件發生以後，推動了立法，讓勞動部也制定這些規範出來。通過的內容也包含要求職場的公司必須內部有控管，還要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就類似一套，反正公司那一套全部都出來了。那這個東西通過以後呢，的確是有助於職場員工受到霸凌的一些保障。這個通過以後，能夠讓霸凌不會被吃掉。霸凌事件不會被吃案，這個最重要。第二個部分是有明確的規範呢，也讓那些主管有所顧忌。沒錯。第三個是公司也有連帶責任，所以公司有的時候對於那些 KPI 很好的主管，有的時候放任他處理下面的人。但是現在因為有這個東西規定以後，很多老闆會說：“你不要讓我擦你的屁股。雖然你 KPI 很好。”但是你不要搞了一堆霸凌事件，我還要幫你成調查委員會、調查小組，公司還被罰什麼100萬、200萬的，所以這個東西我認為是好的。是這種東西修正的規定，可能有很多人認為說這樣子當主管很難。的確，當主管本來就很難。那這個跟我們當初的性騷擾防治剛通過規定的時候，記不記得有人說現在不能隨便開黃腔，好難拿捏那個對，很難開黃腔都不行我不小心碰到你的時候，你要告我性騷擾怎麼辦？沒錯。的確，這樣子的喧囂跟現在的這些迷思是一樣的，但是我認為這都是良性的，讓大家有界限，以後不要隨便開黃腔，除非你很有把握再開，不然不要亂開。這個防治條規定一模一樣。好，到底怎麼樣算是職場霸凌呢？在網絡上也幫大家整理一些比較常見到的狀況也想請教馬律師，包含了每一次辦公室在訂飲料、訂雞排都不揪我，或者呢是主管下班的時候還一直瘋狂傳簡訊要我做工作，甚至是故意不提供一些工作的資訊給我在工作上使一些絆子或者是同事在吵架，主管明明知道，但是也不介入、不幫忙處理，或者被主管當眾羞辱、破口大罵，這些哪些算是職場霸凌？各位要判斷這些東西是不是屬於職場霸凌。現在新的規定有5大項目，去核實這些東西。如果都符合這5項，就是霸凌。懂得投資的人都知道，風險要提早管理，健康也是。胃食多、常熬夜、飯後容易想睡，投資組合要完整，代謝也不能只靠少吃硬撐。想顧血脂、血糖，不必桌上抬一整排保健品。統一健康3D 紅麴加各雙效定，把紅麴6倍好吸收菸鹼3個，專利定序19肽苦瓜生態，一次整合，搭配健康飲食，讓糖脂管理更有效率。它是台灣市面上含有苦瓜生態的產品當中第一家榮獲調節血脂以及調節血糖的雙色健康食品標章的產品。經人體食用研究結果，2週調節血脂；經動物實驗結果，4週調節血糖。一盒啟動，代謝升級，不用早餐後吃一種，晚餐後再補一種，天天飯後2錠，把保養變簡單，也把精力留給自己、家人和真正重要的事。所以這5項大概就是我們提到現在我講的，必須是職務的行為。譬如說我剛剛提到的訂雞排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還是跟工作無關，只是熱心公益？有一種是我是總務，公司規定這一餐都是公司付錢我的責任是每天11點半，大家吃什麼來我這邊登記，打勾問，我就開始問。對，這個東西就是職務上的行為。那如果你刻意不問某某人，而且持續性。而且我認為這個行為可能上面有受益，所以這個東西就可能會構成霸凌。第二個，權勢關係是上下的關係，是主管對你的關係。如果平行之間的關係也不會構成。第三個就是是不是逾越合理的範圍？那這個合理的範圍反而就是法官要認定的。有些認為我是主管，我認為合理員工認為不合理那這要具體的個案去看，這個是法官去做判斷。第四個，
反覆持續性，必須是長期發生，不能單次，不能单次，不能单次。第5個就是你的身心受到创傷，這個都好舉證，因為會檢舉的人一定說我受到這種創傷，是這個沒問題。那最後還有一個例外，如果有些情節重大單一事件，那一次就可以構成了。就我覺得单一事件最容易發生的，当然就是當众羞辱這件事情。其實我觉得破口大罵，或者是罵三字經啊，是帶髒字的，其實這個是直接就構成的職場霸凌。基本上面只要当眾羞辱這件事情，如果它是符合刑法的公然侮辱的話，就很明顯它是構成刑事犯罪。那這种单一事件刑事犯罪就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它是霸凌。有的时候還有恐嚇，比如說，你不聽話，我就拿刀子出來，我拿剪刀啦，或者是美工刀出來去恐嚇你，這個就是重大單一事件，不用累積。不用反覆持續，好不好？我也沒有辦法讓你拿刀子持續好幾次，直接就構成霸凌單一事件。是，來，我們看一下我们幫他整理一個公然侮辱的價目表這些詞你就要小心了，可能罵出來就要付很多的錢哦。馬律師，這個蠻難聽的經典國罵不用錢吶。基本上面，因為這個案件是可能他們整理出類似的判決，有可能進行公然侮辱，但是因為有些是口頭禪。一句話罵出來以後，法官認為這個基本上雖然有侮辱，但是還不構成精神上的賠償。這個是針對於個案，譬如說受害者跟加害者之間的身份地位關係去做。如果今天我罵的是總統，或者是罵的身份地位高的人，價錢就不一樣。這是一般市井小民的價格而且這個是公然侮辱，是單一事件的公然侮辱，那跟現在的職場霸凌的價目表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我們現在職場價目表是要身心受到非常大的痛苦，我相信價格一定會比這個高。是，因為我剛剛提到了公然侮辱這個價目表是指一般市井小民的標準，但是如果今天是知名人士的話，譬如說館長去罵吳宗憲，之前鬧得很大，這種公然侮辱的事情判的就比較高，因為吳宗憲的身份地位跟一般人不一樣，他所受到的損害會比較高，所以你對於那種比較知名的人對於侮辱的話，他的賠償金額會跟這個價目表會不一樣，會更高。他們那次判賠多少啊？大概80萬。館長罵的內容也有點講的比較露骨一點點，比較粗一點，就是比較粗一點點。所以當然法官是評價這兩個，我只能告訴你法官的判斷標準。個案還要看個案的判斷。講到說持續性，那當然就很多人就會收證嘛。可是到底要怎麼收證？然後我們要具備哪一些關鍵的因素，才有可能對這個主管來提出告訴？基本上面的確你要證明被霸凌，收證很重要。那這個收證，因為它是一個持續性的問題，持續性反覆性的，所以我會建議各位，如果要有這個條文規定以後呢，自身保障自己的收證行為要注意。像一般來說，這5個收證的方式，第一個記錄發生的經過，這個記錄很可能是寫過日記，或者是你曾經把你受霸凌的記錄告訴你的閨蜜，這個我們實務上常常有遇到，這個都可以傳來作證。日記也能作證，日記也能作證，日記可能是我自己編出來的內容。我們會看日記的內容。人事時地物非常明確，而又去核對公司當時的確有開這個會。是，譬如說今天1月1號早上10點，早上被霸凌，我晚上回到家就寫今天幾月幾號，今天開某某會議，在場的主管叉叉叉，我還有其他員工都在，我連名字都點出來了。這個是假的嗎？這是可以查證的哦。那如果他是小說創作的，對，就每一個人都說現場說我沒有發生這個事，沒有看到這個事情。當然。根據你的日記，我們會去比對日記10幾篇下來，比對的內容都那麼詳細，有一個延續性，然後呢交叉比對那些人是不是都在？接下來一定會有洞，所謂洞是指說，你講在場的員工很可能已經離職了，他們訪談說的確有這樣子，我只要能夠證明個幾樣就構成了。是。所以這是記錄啊。第二個是合法的錄音。我們講合法錄音是這樣子，我今天如果發生霸凌事件，開會的時候我可以錄，很多人認為說我這不是偷錄，因為你是在現場，你可以錄。很多員工、很多公司說不准錄音。對啊。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因為有霸凌事件，你錄了音也不會違法。這個不會違法，錄沒有問題。用才是問題，你要用在什麼地方？譬如說錄了音以後呢，到處去，我放在網絡上讓大家公審，公審是不行，公審你就很難去界定說這個東西真實性還有沒有被剪輯過。然後呢，你上面寫的時間地點對不對？很容易讓人家產生誤判，所以用的時候要注意。你如果錄音錄下來，的確是為了給主管機關去檢舉霸凌，絕對沒問題，合理的使用絕對沒問題。第三個，現場的證人。我說收證就是人證跟物證嘛，前面剛剛講的就是物證嘛，人證就是當場事發有看到的人。人證有2種，一種是還在公司的員工，
那要他作證，可能大家都不願意比較難，所以要注意一下，是最好找一些已經有離職的，或者是跟你同仇敵愾、願意出來作證的人，不然不太容易。你看現在的調查都還用匿名，先匿名器，大家匿名，而且是匿名的回收問卷，是不是有勾完才去訪談？对，所以人證有限定，要多少人以上才能夠造成？其實没有嗎？没有這個規定，因為我只要證明主管曾經說過那句話就好了，一個就夠了，是一個就夠了。好，接下來的截圖保存書面資料，截圖就是類似像 LINE 網絡上 LINE 上面公司族群啊，主管動不動就3字經標在族群裡面啊，或者是叫你立刻現在馬上出現在哪個地方啦，現在我馬上就要這個資料啊，截圖接下來，很多人都看得到，那個好辦。反正只要手機上面應用程式，永遠都會留下證據，而且你還不能抵賴，而且都是工作群。那你做完沒有工作群，你跟老闆跟你之間私群強迫你做什麼事情，你都可以截圖接下來。最後就是這個就醫記錄，就是要證明你受到痛苦。你的痛苦除了說明以外，能夠在醫療上面說，我因為什麼PTS 啦，壓力症候群啊，憂鬱症啊，然後沒有辦法上班啊，導致其身心疾病，這就是記錄，這些東西都可以收證。是，那律師有沒有無效的證據？所謂無效是指這些調查機關認為這個沒有辦法證明，沒有說無效，就是證明不出來你這個行為叫無效。像我剛剛講的這些都是可以證明的。這些都可以證明的。所謂我沒有辦法判斷無效是什麼。當你空口說白話，我昨天被老闆罵3字經。有誰看到？沒有。我到他辦公室去，他罵我3字經，沒有人證，也沒錄音，沒有任何的證據，這樣子就很麻煩。所以這種就無效，這種類似無效的東西。如果偶爾進老闆辦公室，偶爾是我們2個進辦公室，老闆也罵，他也聽到，這就是有效的。所以律師其實之前有一個案子也蠻有名的，就是那個酷澎的這個平台的一個資深客服經理然後呢，他就是長期一直被他的直屬主管呢，也沒有罵他髒話但是呢，就是每次他開會他講，他就說，不要講了，你講的都沒有用啊，就是一直冷暴力他，最後呢還強迫他要降職降薪，甚至還把他 fire。結果呢，他也舉證說，也因為這樣子導致我身心上面有一些狀況啊，失眠啊，然後呢長濕疹啊，有疤啊。結果後來呢，最後是定說他可以再回到酷澎，甚至他們還是要給他月薪14.5萬所以我就覺得到底該怎麼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賠償？團隊建議給哲青看的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基本上像酷澎那個案件，他是用勞基法確認他的解僱不成立。他的表現並沒有不 OK， 是你的解僱不合法，公司要舉證他表現不好嘛？可能公司這段證明不出來，然後員工又可以反證，其實都是你一直在否定我的提案。那這樣子一來一往，法官就覺得你當然不應該解僱人家，所以就恢復了他的職務。他是勞資糾紛的訴訟，而不是霸凌訴訟。那個案件是因為這個原因，但是衍生出來，常常在公司提案被人家否決，被人家不受重視或者被排擠的時候，如果這種情形發生的話，我們職場霸凌4大求償項目大概是有這幾樣。第一個，精神慰撫金，精神慰撫金最抽象了，就要看你的職務跟你受痛苦的程度。還有一個罵你的哪些話，是字眼的重跟輕，還有行為，有沒有更具體的，比如說職場打架啊，或者是比較明確的這個範圍。這個精神的慰撫金大概它的 range 是在哪裡？現在我查到的 range 都是舊法時代，舊法時代因為它的定義不明確，所以法官在綜合判斷的時候，因為沒有法源依據，所以判斷的金額我認為會比較少。以前的判斷是8萬到30萬左右，蠻多的。那現在因為法律明確性以後，我相信法官會更敢判，金額會更高。第二個是財產損害，譬如說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去搭計程車就診，或者是在整個衝突的過程中，你曾經手機被摔壞了，或衝突的過程中有些東西毀損掉了，當然可以形成求償這個部分，這個損害賠償。第三個醫療的部分。醫療部分就是你去看醫生，諮商的費用，那第4個是職災補償。以前職災補償這個部分呢沒有明確規定，但是因為這個條文規定以後，霸凌屬於雇主需要防治的項目，
所以雇主沒有盡到這樣義務，造成員工的身心受損，我們認為它是職災補償的範圍，是，所以以後就多了這個條文，可以申請職災補償。中華民國是一罪不能二罰嘛，這樣的話，勞基法跟刑法上面就是兩個可以同時執行嘛？當然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刑案的部分，你要求恐嚇，恐嚇是損害賠償是這一塊；職場霸凌，它是屬於不同的損害類型。你因為霸凌是一個長期性，恐嚇就單一性，這句話就罵完了。那職場霸凌是長期性，可能不止這一句，還有5、6、7、8句，加在一起的損害，當然我們認為不會相同。更何況，刑事案件的加害者是那個主管，假設是主管，我告他嘛。但是霸凌的損害賠償的責任人可以告公司，公司就變連帶賠償了，懂不懂？我告主管跟公司，你們2件事情，主管長期霸凌我。对，第二个，公司没有不作为，公司也没有做內部調查，調查不夠完善，甚至調查過程中還包庇，我當然連公司一起告啊，我可以要2份錢而且剛剛哲青哥講了一個很重要，對他根本2罪併罰。那如果我要這個求償，它有沒有一個時效性？甚至我要告的是，有些是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它的時效有不一樣嗎？基本上面霸凌的時效通常是指3年內，3年內，3年內都可以提出，以最後一次發生的時候來算。然後呢，民事案件，民事的賠償是2年；刑事案件要看告訴乃論是6個月，那非告訴乃論恐嚇就沒有時效，公訴罪的時效就沒有那麼短，大概10幾年，10幾年，那是恐嚇啊。因為有些人他那時候還在那個職場，他一定不會當下去處理，不會當下，離職以後再慢慢去處理過去的霸凌的案件。對，所以基本上面這些時效就是給你這些時間，讓你能夠收證，然後你有些礙於沒有辦法當下就發作。我還要離職，準備離職以後再來告。可是因為有一些人，就是因為他怕在職場，例如說我看到同事被霸凌，但是我不敢為他伸張正義，甚至於就是我伸張正義，我就怕被秋後算賬。其實我覺得這個到底我們就是無論是當事人還是在旁觀的證人、現場的，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其實現在的這個防治規定裡面也提出來。所以你看，今天我們聽了這麼多，因為我們當然就是我覺得這個職場霸凌防治法是為了要保護在職的員工或者是離職的員工嘛，對不對？但是其實我心裡還有好多的疑問哦，希望下一次呢有機會呢再跟馬律師來好好的請教。謝謝律師，謝謝。